老话常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为善的真会得到善报吗？来一起听个故事。古时候有个商人告别家人，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。有一天，他独自来到一个寺庙里去烧香拜佛。抽签的时候说，寿终在某年某月某日。寺庙的和尚看完都很惊讶，连忙说道：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从无戏言。先生的阳寿仅剩不足1个月呀。商人听了，赶紧把生意低价转让，变成银两，打起包裹赶回家乡。由于常年在外，见识多了，对生死贫富看得很平淡，所以他一点也不悲伤，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地回到家里。经过一个村口的时候，又饿又困，就在树荫下歇脚，打开包裹吃午饭，一不留神把饭粒掉在了地上，成群的蚂蚁围过来抢着吃。商人一见，赶紧把粮食拿出来撒在地上，对蚂蚁说：小蚂呀，你吃吧，我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，将来如果可以变成一只蚂蚁也不错呀，赶快吃吧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给你们饭吃。喂完蚂蚁，他就继续上路。当时是10月份天，白天日子短，天黑得早，到了晚上没有地方投宿，只能找到一间破庙。庙里呢，有一老一少2个和尚，一个聋一个哑。吃完饭之后要洗澡，可是庙里因为常年失修，很多地方都倒塌了，无法洗澡。商人就将随手带的30块银子拿出来，对老和尚说：师傅呀，我也活不了多久，这些钱反正也用不上了，您就拿去，明天叫几个工人买些瓦，把庙给修一修吧，顺便盖一个宽敞点的浴室，方便过往的行人洗澡。和尚收了银子，第2天就安排人手来修庙，商人就顺带着帮忙，在这里停留了几天。谁知道这一留就耽误了到家的日子。走到半路上，他一脚绊倒在石头上，不知不觉就昏了过去。2个阿飘看见，就把他带到了阎罗殿。阎罗王在大堂上一看见这个人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对2个抓他的阿飘说道：你们怎么办事的？明明知道观世音菩萨还有一大群的阿飘来给这个人求情，说这个人心好，给他们饭吃，还给他们破旧的庙捐了36块银子，要我给他延长36年的阳寿。怎么说好了又把人捉了过来呢？这样既然来了，就带他到各处去逛一逛吧，可千万别带满了客人。2个阿飘就接过一大圈的钥匙，打开各种房间，让商人参观。上刀山过火海，有油锅入虎狼群，各种各样厉害的酷刑，看得商人是胆战心惊，十分不忍。走到前厅，突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商人的眼帘。原来在阎罗殿的天井下，商人的嫂子光着上身被吊在梁上，2只锋利的尖刀扎在他的胸口上。商人急忙跑去向阎罗王求情，说我从小父母双亡，多亏了嫂子的奶水抚育长大，请阎罗王网开一面，
阎罗王听完后，就叫人把商人的嫂子去了酷刑。这时商人一觉醒来，继续往家里走，到了家里看到了嫂子，这才知道前些年嫂子到庙里去烧香，趁人不备的时候偷了一对银蜡烛揣在怀里，就这样患上了2年的胸口痛，直到前些日子才好。商人回到家里，一直在等死，可是半年了，按理说死的日子早就过去了，但是自己的身体却一直没有变化，反而是越来越好。他实在是闲不住，就告别了兄嫂，到老地方去做生意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尊金佛给他托梦，告诉他阎王给他增了36年的阳寿。商人这才知道事情的经过，又多享受了人间36年的美好生活。有缘人，人活一世实属不易，做个善良的人踏实，做个简单的人轻松。只要你有慈悲心，能坚持行善，能放下财富名利，以大悲心布施，种了善因，必定会结善果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奉劝诸位不要被红尘迷了眼睛，贪嗔痴慢是毒根，在能够温饱有余的时候，尽量多去行善，但始终要记住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对于布施，很多人的理解就是施舍、赠送，其实布施的意思很广，千万不要以为到哪个地方捐一点钱就是布施了，这其实只是无量布施的一种。布施的含义有很多，布施的范围涵盖着我们生活的一切活动，我们要了解它的真实意思才行。正如俗话所说，生米恩，斗米仇。如果我们做好事没回报后有这种消极的心态，很大概率是因为没有真正认识到人为什么要布施，更不明白真正的布施是什么。布施从古至今都被无数智者推崇，说明它不可能就仅仅是为了获得别人给予我们的回报这么简单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建议你耐心看完。当你懂得了布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会发现普通人都能布施，你就不会再等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什么是所知障，什么是布施，布施的意义是什么。只有真正懂得这些，你才能够获得功德福报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一、何谓所知障？所知障又称无明惑，无始无明，是3大烦恼之一。所知障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，知识太丰富才造成的障碍，而是我们对真如实相的无知，从而造成学佛道路上的障碍，这才是所知障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看不清事实真相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了，我们体察不到万事万物的空性，执着于我们看到、听到、感触到的一切事项，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我见，产生了更多错误的认识。这些错误的见解和认识，反过来又障碍了我们体察诸法的空性，这就成了所知障。比如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物，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，
如果别人再告诉我们另外一种见解和看法，我们就很难接受，很容易本能地去排斥、反驳对方，而不去探求事物的本质。这就是因执着我见所造成的所知障。知识丰富并不一定造成所知障，只有执着自己掌握的知识，放不下我执我见，才会造成所知障。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讲得很清楚，不但万法都要放下，就连佛法也要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执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就像我们渡河乘坐的小船，到了岸边就要放下，再背着走，就成为前进的负担了。所以佛教里的所知障，不是让我们不去学习，而是要我们不去执着那些所学的知识，随时懂得放下，保持一颗空杯的心态。当你所知道的一切成为了你的障碍的时候，这就是所谓的所知障。那么反之，当你所知道的一切没有成为你的障碍的时候，你所知道的一切就不会成为你的障碍，就会被转化成智慧和方便。那么所知障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所知障的产生是由于法执引起的。过于执着某些知识、文化、科学或某些宗教知识，就会排斥其他知识，无法去客观的、真实的去看待各种文化学说之间的高下优劣，无法罗列出他们哪些可以堪当基础教育知识，哪些堪当中等教育知识，哪些堪当最高的教育知识。譬如当一个人执着儒学的时候，他就会排斥道学和佛学，这样就由于对儒学存有法执，而形成了所知障，就会排斥佛学和道学，就会唯我独尊地认为儒学是最高的教育知识。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坐井观天式的认知，执着会成为一个人的障碍，我执会成为根本障，障碍本心的显现，法执会成为所知障，障碍诸法性自然的显现。因此不要让你所知道的一切成为自己的人生障碍。破解方法就是破除法执。当你对所知道的一切都没有执着的时候，一切所知就会被转化成智慧和方便。一个人可以像佛陀一样辨知、博知，但是也要像佛陀那样，不要让所知成为自己的人生障碍。为什么要布施？布施的意义是什么？布施是给予他人，使他人得到利益。我们在布施的当下，即是行善积福，也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。佛说5种最有意义的无上布施，就是在做最了不起的事。第一是施如来，要布施的道者，佛就是已经成道的人。第二是施众僧，要布施一切修行者。第三是施法器，要布施可以造就的人。第四是施父母，要孝顺父母亲。第五是施亡者，施为贫穷，亡者施为英雄末路，富甲破产，
这种痛苦境界非常人所能体会，要在这种情况下以身援手，帮他一把。自古有云：乐善好施，乃善人也。一句乐善好施总是来形容一些有钱之人，说这个财主乐善好施，造福乡里等等。那么在佛教中有句话，布施能使人获得更大的财富。有人说这可能是骗我们的钱，这只能说你是那无明之人。布施是菩萨行持的6波罗蜜之一，布施也有3种，分别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因对布施的介绍有很多，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解释了。我们主要来讲讲布施的功德和为什么要行布施。为什么要布施？说起布施，对于现如今人而言都不会太理解，特别是对于财布施，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哪有那么容易给你？当然财布施也并没有具体说布施多少，都是尽自己能力，有钱就多点，没钱就少点，其功德还是要看发心。布施是真心真意，是真正的想帮人解决烦恼困苦，这里面的发心是善的，同时在实施的过程能保持这个效果，并不会伤害其他众生利益。布施是6度之一，是到彼岸的手段之一。布施的好处有很多，在《佛说布施经》中提到了很多关于布施所能获得的好处，那么我们就简单说1、2条。譬如布施金钱，来生能获得更多的金钱；布施水果，将来精进定汇聚足等等。布施能给我们增加无量福报功德，能打开我们的善心，开发我们的慈悲心，打开心量，反正好处一大堆。如果要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，布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只要学会布施，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有质的改变。那么什么是布施呢？所谓布施，就是以慈悲心给他人福利。因此布施具有2个属性，第一是布施者有慈悲心，第二是受施者能得到福利。除了布施他人衣物之外，还可以用体力帮助他人，教给他人正法，以及安慰内心恐怖的人等等，都属于布施的范围。即布施有3大类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布施的意义，第一，对于小乘行人来说，布施可以消除自我贪欲与吝啬，得到以后的福报，免除未来的贫困。第二，对于大乘行人来说，布施不仅能消除自我的贪欲，还能广度众生，积累自己的大福报。然而布施并不是总能一帆风顺，布施有2个主体，一个是布施者，一个是受施者，二者因缘和合后，布施才能顺利进行。布施受到的阻碍来自2个方面。灵妖自己不肯布施，为什么呢？贪心重，非常吝啬，对财物难以割舍，哪怕一针一线都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人。有的人学佛数十年了，极少有布施他人的时候，乃至自己的福薄越来越薄，
最后连学习佛法的时间、福报都没有了。唯有行布施，才能破除自己的贪欲与吝啬。02，他人不接受布施。布施需要智慧，布施的时候，不是拿出东西来他人都愿意，也不是随意帮助人就能被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受施者觉得布施者有轻视、鄙视、施舍的心态时，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布施。布施的困难来自多个方面，列举1、2。第一，难以割舍。对于布施者来说，意味着失去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财富，送给他人内心舍不得，将自己几十年积累获得的真理毫无私心地告诉他人，乃至陌生人，心中难以平衡和割舍。第二，没有智慧。布施并非都能舍一得万，布施需要智慧，这种智慧不能一时就能运用自如，而是需要系统学习与长时间的实践。比如，有的人带上东西布施他人，却伤及受施者的自尊心，反而容易受到他人的指责。有的人好心布施佛法，却遭到讥讽与谩骂，如此种种都是缺乏布施的智慧。布施并非简单的拿东西送给他人那么简单，布施不是金钱、物质的关怀，布施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布施不是傲慢者的行为，布施不是自我标榜的工具，布施是爱心的传递，布施是慈悲的体现，布施是智慧的增长。3，不是因为富有才布施，而是因为布施才富有。从烦恼的此岸到觉悟的彼岸，虽说迷雾只在一念间，但这一念的背后，往往是滴水穿石的修行。关于修行，总结出了6种好方法，也被称为6度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菩萨6度万行，布施为何会被放在第一个呢？布施似乎并不难，但经济能力不够，要怎么布施？有智慧的布施到底是怎样的？布施对治与生俱来的牵连，布施是修学的必经之路。佛陀在多部经典中都讲到了布施的种种不可思议功德，以彻悟的大智慧，从30因果的角度告诉我们，富贵的正因是布施，而凡夫众生与生俱来的一个障碍成就的大问题，就是贪吝心。吝就是自己的东西舍不得，贪就是想将东西占为己有。因为有贪吝心，使我们以小我为中心，甚至自私自利，不择手段，心量打不开，智慧不能显发，福德也没有。而对治贪吝心的药方正是布施，布施中的财布施，布施就是舍，财布施是3施之一，是属于物质的布施，即以衣食住行资身用物等财富和经济手段去帮助别人，才是有财施和外财施。用自己的金钱、财产、物品等帮助外界，是外财施，如赈灾捐赠、修路造桥、救助孤儿、
诸建寺院等等，这些都是外财师，以体力、智力、技术、职能等身体力行地帮助别人。室内财师，富贵的正因是布施。地藏菩萨本愿经云：世尊，我观业道众生，孝量布施，有轻有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10生受福，有100生1000生受大福利者，世事云何？唯愿世尊为我说之。经文中道出了对众生福报不同的疑问，而佛法讲3世因果，正是累劫累世的广行布施、广种福田，决定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财富。我们今世享有的种种福报，都是依我所积的福德得来的。富贵从布施中得，不是因为富有才布施，而是因为布施才富有。这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。如果只享乐，不修布施，积极培福，那么当福报享完后，恶报现前，灾难必然会接踵而来，遭遇贫穷困苦。布施有怎样的功德？佛说布施经中说，供养3宝可得5种利益：一、身相端庄；二、气力增盛；三、寿命延长；四、快乐安稳；五、成就辩才。清净的供养，可当下远离自我的执着，解除心的束缚，使身心清净，也因此让自己未来的生生世世与3宝结上清净善缘，功德无量无边。布施的本质是无我，布施是对治贪吝心的有效方法，能克服我们内在的悭贪和吝啬，增长我们的福德。财布施功德的大小并不主要取决于布施财物的数量，更多的是来自清净的发心。但行布施，做好事，要领会学习破除4相，不住6尘，施恩不炫耀，也不忘报。因为一旦执着于有一个布施的我，有一个被施予的对象，就会滋生贪吝、骄慢等诸烦恼。一个广行布施的人，对财物的贪着会比不曾布施、不肯布施的人要小。如果经常修布施，久而久之，贪着心就会越来越小。功德在正确的发心下，犹如种子种在土里，日后定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布施是指施与他人以财物、体力和智慧等，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积累功德以致解脱的一种修行方法。大乘一章说，以己才是分布于他，名之曰布，辍己惠人，目之为施。受布施的僧人，布施的目的是为了破除个人吝啬和贪心，以免除未来世的贫困。翻译名义集说，若内有信心，外有福田，有财物，3世和合，心生摄法，能破悭贪，是为檀那。大乘布施则与大慈大悲的教义联系，用于超度众生。六度集经说，布施度无极者，抉择云何？慈育人物，悲悯群邪，喜贤成度，护济众生，跨天鱼的润红河海，
布施的对象大大超出人类的范围，遍及飞禽、走兽、水族等。佛的喇嘛，佛门六度，第一就是布施。金刚经说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。又说，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量。佛教有许多虔诚的信士、信女，皆有资助他人、与人为善之心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。人间就是佛家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基督教美好的天堂，就是道教的清虚天宫。金刚经所讲的那句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布施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舍字。古人常说舍得，越舍越得，越舍越自在。舍什么呢？所谓内摄六根，外摄六尘。六根是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六尘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这些我们能舍掉吗？当然舍不掉。所谓的舍，不是在世上舍，而是要我们学菩萨道，从心意上摄。内摄六根，就是要我们舍掉分别、执着；外摄六尘，就是不为外境所诱惑，内心如如不动，就是舍六根；对外不取余相，就是舍六尘。内外全部舍掉，就能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先从财布施修起，因为财物是人安身立命、维持生活的基础，世人都把财物看得最重。我们从舍财开始，一来破除悭贪习气，二来济世救人，积功累德。刚开始修布施的时候，往往都会有些勉强，舍了之后心里还会不舒服，有点心疼，事后还会后悔。这个需要有智慧，有决心，要循序渐进，一点点地增加布施，慢慢养成习惯，就越来越自然了。每一个修学的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，等修布施久了，就会对财物看得越来越轻，烦恼越来越少，快乐越来越多。财布施越多，财富越多，法布施越多，聪明智慧就增长越多，无畏布施修得越多，病苦就会越来越少。等修到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的时候，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就显露出来了，身心就会的大自在。如果你家里整整齐齐，你的邻居、亲戚、朋友都看到了，那你是模范，你影响他们，你也在教化他们。这一件事情不单是利益一个众生，是利益一切众生。一个人是一切人的榜样，我是这个家，是这个世界上一些家庭的榜样。说你做生意当老板，那么你所开的公司就是所有公司的榜样，这就叫做行菩萨道，就教度化众生。布施的境界很广很深，遍布虚空法界。我们要把眼光放大，要把格局提升，这才叫大乘菩萨。如果仔细地比较起来的话，智慧要比福报更重要，财
财富是福报，可是怎样去支配自己的财富，如何运用自己的财富，是需要高度的智慧的。没有智慧把财富给你，往往会造无量无边的错事，自己还以为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没有智慧分不清真假，没有智慧不能辨别邪正，不能辨别是非，甚至连善恶利害都不能辨别，往往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，自己都不清楚。了凡四训有讲过，有恶劣，有真有假，有半有满，有是有非，说得很详细。虽然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善事，但是过了几年它就变坏了。这个善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一点也不圆满。有些事情看起来现在不是善事，但是过了几年它变成真正的好事了，这是真善。是善是恶呢？要看它的结果，不能看当前的情况。如果现在善良，未来还善良，后来更善良，那就是大善了。如果未来不善了，那就不是真善了。所以眼光要深要远，古人就告诉我们要防患于未然，这样是高度智慧，不是一些浅显的人能够做到的。很多事情你发现在眼前是好，那到后面呢就后患无穷了。那没有大智慧的人呢，他是看不到的。布施对象不同，所得果报是有差异的。菩萨优婆塞戒经里说，譬如布施给旁生，得100倍果报；布施给一个破戒者，使其改过自新，得1000倍报；布施给一个持戒者，得10万倍报；若布施给一个外道的离欲者，得100万倍报；若布施给一个向道者，得1000亿报；若布施供养一个出国人，乃至于成佛，都是无量报。没有钱财也可以做布施。这里有个小故事，说有一个人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哭诉，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，这是为什么？佛说，这是因为你没有学会给予别人。此人说，可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呀。佛说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人即使没有钱，也可以布施给别人7样东西，即一和言施，就是用微笑与别人相处；言施，就是要对别人多说鼓励的话、安慰的话、称赞的话、谦让的话、温柔的话。3心施，就是要敞开心扉，对别人诚恳。4言施，就是以善意的眼光去看别人。5身施，就是以行动去帮助别人。6坐施，就是乘船坐车时，将自己的座位让给老弱妇孺。7房施，就是将自己有空下来的房子提供出来，供别人来休息。如果你有了这7种习惯，好运会随之而来的。地藏经说，舍易得万报。我们要想得到富贵的果报，就要种善因，比如布施财物、救济扶危济人等等。种善因结善果，种恶因结恶果。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布施是种给予，
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。而一个人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生，全在于给予，给予什么就会收获什么。你给别人了的，就会统统回到自己身上。如果这像作以上所说布施，只能得福德，得人天福报，不能出轮回。而离相修这些布施者，放下人我执与法我执，也就是在没有我及我的事真实存在的心念下行布施，才是出世布施。世人行布施，总希望得到好的果报，施为者香，对施者受者所施物，均不执着，不住于香，不希求果报名闻等。这得的是功德，功德是成道的助缘，能使人永断生死，永脱轮回。一切的不开心，一切的苦恼根源在于自己。我们想要得到快乐，就把快乐布施给别人，这样子别人得到的快乐，自己也会分享到，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而浪费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让自己去种下心灵成长的种子，不断地浇灌它。当它回馈你的时候，也就是它长大的时候了。不是任何一种物品中奉献自己的力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收获到自己的源自内心的力量回馈。越布施越可以接受到自己的内在感应，因为你缺乏这些东西，可是通过布施掉这样的东西，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。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漂亮、善良，这种选择愿望一发出，就会收获在自己身上。布施的好处就在于此，通过布施不仅仅得到富贵，而且培养了我们豁达的胸怀。经常布施让人没有自私自利的贪心，这是富贵的根源。每天觉察一个事情，思考一个问题，一天只对一件事情进行深度思考、复盘、反省、提炼、总结，再分享出去。我们上的传统大学都可以毕业，开往人生成长的这条道路永远不会毕业。如果今天不进行商减，就得接受熵增，使用费曼学习法，日日精进自己，教学相长。根据平行宇宙理论，在另外一个维度一定存在一个更加优秀的我们自己，只是你能否发现出来那个更加优秀、更加卓越、更加纯粹的那一个你自己吗？持续商减是让我们明心见性，活出真我最便捷的路径。如何遇到一个你未曾见过本自具足智慧的你自己的样子？爱人先爱己，真正会爱自己的人，才会真正利他。利他从利己开始，如来者，如来去，放下执念，放过自己，见到自己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安在当下，无有恐惧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涅，让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变成光，才能够照耀更多的人事物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终身学习，终身成长。阅读是升级自己大脑软件最快的方法，分享是让人心智模式变得更强大最好的途径。
如果你认为升级自己大脑没有用的话，那就只能去承受什么叫做无知了。无知无所谓，所谓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无知。比无知更无知的是愚昧，比愚昧更愚昧的是愚蠢。成长或许就是今天发现昨天的愚蠢。内在决定外在，内在一改变，外在自然富足。内圣才能外王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他人的一篇文章，一本书写下来，将近要1天或者1年、3年时间。我们通过很短的时间阅读完毕，相当于吸收了他人很长时间的成果积累，充实了我们自己的人生前向道路，升级了我们的固有认知，从而让我们自己少犯错，少走弯路，增加人生的宽度和厚度。不就相当于多活了 N 多次人生吗？熵增定律告诉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：有生就有灭，有开始就有结束。结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真正开始活过的一生。人生可能并没有意义，或许追寻人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意义，活出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您觉察到你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了吗？你觉察到你说的话了吗？你觉察到你做的事情了吗？你觉察到你的行为举动了吗？你思考过你的思考吗？你认为你是念头的主人还是念头的奴隶？人与人的区别不在外在，只在内在。内在丰盈，外在自然富足。阅读输入正能量，写作发酵正能量，输出滋养正能量。您滋养什么？什么反过来在滋养你？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培育智慧的土壤就是感恩、利他、慈悲、精进、自律、自省、自尊、敬畏，找到高我，认识高我，活出高我，成为高我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智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开启觉醒的模式，打开成长之灯，让我们彼此都成为那道光，活出那道光，照亮前向的道路上更多的人，同时也照亮我们自己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以慈悲心布施。愿你早日明白布施的真正意义，增加无量福报功德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